朋友们好，我是老丁，欢迎来到本期原著深度拆解。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绝对能解答你交易生涯中最大的疑惑之一。本期视频的内容，我们是严格依据价格行为学大师埃尔布鲁克茨的 Trading Price Action Reversals， 也就是价格行为交易之反转篇来制作的。在这本书里，布鲁克斯揭示了交易中最核心，同时也是最残酷的一环，那就是如何读懂市场力量的强与弱，也就是 Signs of Strength and Weakness。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拿着放大镜逐根 K 线的解剖市场，看看图表背后究竟是谁在真正掌控局面。你在交易中肯定经历过这种极其抓狂的痛点，你买入了一个堪称完美的反转信号，结果市场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直接一根大阴线打穿你的止损。而另一次呢，图表上的形态简直一模一样，你心里犯嘀咕犹豫没劲，结果它却轰轰烈烈地走出了一个大反转。你肯定想过，为什么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反转，结局却天差别别呢？其实形态永远只是表象，真正决定结局的是市场力量的强弱，这才是决定市场控制权能否成功交接的底层密码。你可以把原有的趋势想象成一艘正在全速前进的万吨巨轮，即使你想让它掉头，它巨大的惯性也会带着它往前再冲很长一段距离。所以大部分的反转尝试注定是要失败的。好，那我们怎么才能看透这艘巨轮的惯性到底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3层递进的分析框架，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先搞懂市场控制权的底层逻辑。第二部分，深入单根 K 线寻找微观线索。第三部分，放大视野去识别结构性动能衰竭。第四部分，掌握判断真假反转的突破失败开关。最后第5部分，我们会结合书中的真实图表案例进行闭环演练。走起！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聊聊市场控制权的逻辑。强弱就等于控制权。在看任何反转信号之前，我们必须先评估当前的背景。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实战价值的3级火力表概念，意思是说，在强趋势、两方拉锯以及震荡区间这3种不同的市场场景下，你需要的反转证据等级是完全不同的。在强趋势里，你需要最顶级的证据才敢做反转。那怎么判断是不是强趋势呢？布鲁克斯给出了一个强趋势诊断清单10看，这个非常关键，我们逐条来拆解。第一，看开盘，当天有没有巨大的跳空缺口？缺口意味着机构在隔夜已经站队了，力量极其坚决。第二，看推进，收盘价、高点、低点是不是在趋势化？如果连续3根以上的 K 线都在同步向前推进，毫无停顿，这就是单边控制。第三，看 K 线构成，整段行情里绝大多数 K 线是不是顺势的趋势大棒？如果一堆十字星，那就不是强趋势。第四，看重叠，相邻 K 线实体几乎不重叠，后一根 K 线的低点紧紧贴着前一根的收盘价起步，买盘急不可耐。第五，看影线。K 线没有影线或者只有极小的影线，一根接一根，说明推盘方没有任何犹豫，一路平推。第六，看缺口。K 线实体之间频繁出现微小缺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场外的散户想挂单排队根本排不上，直接被甩下车。第七，看高潮。在趋势初期和中期没有出现极端的大高潮 K 线，反而你要警惕，趋势里最大的顺势 K 线常常出现在趋势的最末端，那是诱多的陷阱。第八，看逆势大 K 线。强趋势里偶尔会出现一个逆势的大棒，很多新手觉得要反转了，但顺势的机构只会把它当成绝佳的打折加仓机会，这就是个陷阱。第九，看回调。回调幅度极小，次数极少，甚至常常就是横盘走几根 K 线代替回调，你根本等不到舒服的入场位。第十，看信号棒，这是最折磨人的。在强趋势里，顺势回调的信号棒往往讲得很难看，太小或者太犹豫，逼着你在极高的位置追价，但这恰恰就是强趋势最纯粹的标志。除了这10看，书中在术语表和相关章节还给出了一个极其硬核的定量指标，20周期均线缺口棒，也就是 20MA gap bars。如果你在图表上看到价格连续20根 K 线连碰都没碰到21MA 均线，这就证明市场处于绝对的强趋势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哪怕你看到了所谓的趋势线强力突破、测试失败、强反准棒这诱人的3件套，也千万别上当。在绝对的强趋势面前，逆势摸顶或抄底，完全就是给市场白送钱。了解了宏观背景，我们进入第2部分，也就是我们递进框架的第1层，单根 K 线的微观线索。
看单根 K 线主要看实体、影线和收盘，英文叫 close， 其中收盘价是最有分量的，它远比高低点重要，因为收盘价是多空双方真金白银博弈到最后一秒的妥协结果。我们来看强弱对照，反转棒也就是 reversal bar， 它的收盘最低标准是必须收在开盘价的上方，或者至少也要收在整根 K 线终点的上方。如果一根反转 K 线，它的收盘价能一口气反转掉前面5根、10根，甚至20根 K 线的收盘价，这叫趋势性收盘 trending closes， 代表着极度强悍的动能。相反，如果是一根弱势反转棒，你会看到它的实体极小，和前面的 K 线大量重叠，并且留着长长的反向影线，这就说明反转方底气不足，刚推上去就被打了回来。接下来是第3部分，框架的第2层 ，K 线之间的关系。孤证不立，单根 K 线再强，也需要后续 K 线的配合。这里主要看连续 K 线，也就是 consecutive bars， 还有重叠度 overlap， 以及缺口 gap。强势的关系表现为连续出现大实体的趋势棒，中间甚至伴随微型测量缺口，这说明买盘连绵不绝，根本不给空头喘息的机会。而弱势的关系呢，则是极高的重叠度 ，K 线涨跌互相包裹着，而且频繁出现深度回调，这就暴露出推盘的一方其实心里发虚，一边往前推，一边在偷偷获利了结，根本不敢在场内久留。另外，在看 K 线关系时，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加分项，比如第2信号，也就是 second signal， 如果市场给了你第2次确认入场的机会，胜率会大幅提升。还有就是量能 volume，如果你看到一根突破大棒，它的成交量竟然达到了近期平均水平的10到20倍，这绝对是机构主力资金深度参与的脚印，做不了假。一旦出现这种巨量突破，随后价格顺势走出等距微型测量缺口目标的概率将会极高。第4部分，我们把视角再拉远一点，来到框架的第3层，识别结构性背景中的动能衰竭，也就是 momentum loss。趋势要交接控制权，首先它自己得先跑不动。动能衰竭最经典的一个形态，书中称为收缩阶梯 shrinking stairs。 什么意思呢？就是价格虽然还在连续创出新高或新低，但每一次突破前一个极值后，向前延伸的幅度却比上一次越来越小。这就像一个人爬楼梯，越爬步子越沉，这证明顺势方的推力已经严重枯竭，而逆势方正在关键位置层层阻击。收缩阶梯的出现往往预示着市场即将引来深度的两腿回调，甚至直接反转。大家看屏幕上这张来自原书第5章的图表，你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在这个向下推进的过程中，价格每一次跌破前低，向下推到霸4这一段，它的延伸幅度都在肉眼可见的不断变小。这就证明空头正在失去对市场的控制权，他们的燃料真的快要烧尽了，随时准备被人反咬一口。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弱势信号的快速清单。从结构层面看，除了前面说的收缩阶梯，还包括3推减弱，也就是连续3次推高或推低，力度依次不如一次，还有原本极其微小的回调，现在变成了深度的两腿回调，甚至开始穿越 EMA 均线。另外，务必留意高潮衰竭 climax exhaustion。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趋势走到末尾，机构为了出货，往往会制造出一根整段行情中最大的顺势实体 K 线，引诱散户接盘，这叫高潮陷阱。最后，千万别忽略了无形的维度，那就是时间维度和紧迫感 urgency。如果你发现行情不再像之前那样凌厉，你现在可以悠哉悠哉地等待回调，或者一个回调在横盘状态下拖延了几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原有力量正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慢慢流失。在结构分析中，最核心的一环是看测试质量。当市场回调后再次去测试原来的高点或低点时，价格走过去的姿势能直接定增势，我们必须正反对照着看。什么是强测试？如果价格回测旧极值的那波推进走的是一个紧凑通道，斜率非常陡峭，几乎没有回调， K 线实体互不重叠，这说明顺势方依然极度强势。这时候千万别以为双顶双底要成立了，这多半是个假反转，行情大概率会直接突破极值继续延续，这个时候去逆势交易就是怂子。相反，什么是弱测试？如果回测的过程重叠非常多，走得拖泥带水，甚至分了两腿才走上去，斜率明显比原趋势缓和很多，甚至走出了一个楔形形态，这就说明旧趋势彻底力竭了，步履蹒跚。
这才是真正准备交接控制权的前兆。落地到具体形态上，顶部可能是更高高点、双顶或者更低高点，但记住，先看它是怎么走过来的，也就是看测试质量，再看它最后落成了什么形态，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第6部分，我们进入实战决策的关键开关，突破失败 （breakout failure）。在判断反转时，最具杀伤力的机制叫做 one tick failure， 也就是一个跳动点陷阱。你想想看这个画面，价格刚刚越过前高或者前低，仅仅突破了一个 tick， 看似要顺势爆发，很多急躁的交易者立刻追单进去，结果下一秒价格毫无犹豫的瞬间掉头，那些在突破点追单的人瞬间就被套牢了。随着价格向反方向快速移动，会无情地触发这些被套交易者海量的止损单，而这些止损单本质上就是反方向市价单，它们变成了猛烈的燃料，直接将反转行情像火箭一样推射出去。既然我们要抓突破失败，你就必须得一眼认出到底什么才是强突破，免得自己成了别人的燃料。元叔指出，强突破有4个典型特征：第一，它必须是一根巨大的趋势 K 线实体；第二，几乎没有反向引线；第三，它必须一口气甩开多个阻力位，好几个跳动点，绝不是只破一点点；第四，突破之后，价格会在极值附近强势横盘，回调极浅，并且马上有同向 K 线跟随确认。如果缺少这4个特征，那这个突破大概率是个弱突破，随时会面临失败。但这里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分叉判断，你必须结合大背景。在动能衰竭的末端，突破失败确实是反转启动的最佳信号。但是如果你是在绝对的强趋势中碰到了一个所谓的突破失败，结果市场很快又把这个反转信号给灭了，这就走出了一个失败之后的失败 failed。这意味着逆势方的反扑被主力资金彻底碾压了。这时候，这不仅不是反转，反而是市场在给你亮绿灯，提示顺势交易者赶紧踩油门，大胆加仓。好，总结一下，看懂图表，看透力量的交接，我们必须经历3层递进：单根 K 线、K 线关系，最后到结构背景。实战中送给大家一个6次记忆口诀：看实体，看收盘，看重叠，看缺口，看动能，抓失败。具体操作就是3步走：第一步，定背景，用诊断清单看清趋势强弱；第二步，树特征，寻找单棒和组合里的强弱线索；第3步，看失败，在旧动能衰竭时，等待那一个 tick 的突破失败去扣动扳机。现在请审视一下自己的交易，你是在图表上盲目的寻找形态去赌博，还是真的在通过这些微观和宏观的线索去读懂市场控制权那微妙而残酷的转移呢？理解力量的强弱，才是开启稳定交易大门的真正钥匙。本期的原著拆解就到这里，如果这期硬核的内容对你有启发，恳请大家点赞关注，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这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期再见。